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哟。小医仙率三大帝国联军退兵后，萧炎松了口气，转头冲着美杜莎笑道：“这一年辛苦你了，没想到你老相识竟然这么多，哪里都能遇见。”美杜莎有些吃醋的道。萧炎苦笑着道：“当年的朋友而已，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他应该便是当初在魔兽山脉我们所遇见的人吧？这段时间的交手，我便是隐隐有所察觉。”美杜莎瞟了他一眼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赶忙转移话题道：“走吧，这大战完毕，加玛帝国也终于是可以喘口气了。”说完不等美杜莎回复就跑路了。当天夜里，萧炎身后，美杜莎懒懒的道：“这么晚了他还没来，看来你要白等了。”萧炎无奈的摇了摇头，头也不回的道：“早说了你不用来，难道还怕他把我吃了不成？”讲真的，我觉得美杜莎可能害怕你把他吃了。只见美杜莎撇了撇嘴道：“谁知道他是真退还是假退？万一借今夜单独相约，直接把你干掉了，明日再卷土重来，那么加玛帝国可真完了。”萧炎正想说些什么，小医仙便来了，笑着站起身。萧炎道：“你总算是来了。”瞥了萧炎身后的美杜莎一眼，小医仙淡淡的道：“三军撤退，麻烦事不小。撤军之后争吵太大，所以耽搁了时间。”萧炎眉头一皱：“怎么，三宗不愿退？”出云帝国在毒宗的掌握之中，不过金焰宗与木兰谷却不是出云帝国的势力，他们老早就打着将加玛帝国吞并的念头，这次机会自然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小医仙缓缓的道：“金焰宗与木兰谷最大的倚仗便是叶落天以及木兰三老这两个斗宗强者，只要解决掉这两人，两大势力的实力自然会是锐减，他们也再不敢生进攻加玛帝国的念头。”一旁的美杜莎突然道。萧炎眯了眯眼，觉得美杜莎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能不能灭杀燕落天与木兰三老，小医仙的态度很重要。小医仙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有些纠结。美杜莎看到这样的情况，害怕小医仙做出对他们不利的选择，身形一动就将小医仙的后路封锁。小医仙立马就察觉到了，当下冷笑道：“我若是想走，凭你还拦不住我？那便试试看。”美杜莎道。看着两女又要掐起来，萧炎头都大了，赶忙摆手制止了二人。见两人消停后，萧炎直接跟小医仙说：“炎盟是我一手创建，所以我不能看着他毁灭。燕落天与木兰三老将会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若是能除掉，那自然是最好的。”小医仙这次也给了准话，同意旁观不掺和。之后又与萧炎说起了正事，萧炎如实告知了小医仙，可以用毒丹之法来控制恶难毒体，而炼制毒丹所需三物：一是三种异火，二是七阶天毒蝎龙兽的磨合，三是菩提化体弦。第一个条件萧炎已经具备，至于另外两种东西虽然很难找到，但是总比没希望好。得知这一情况的小医仙苦笑了一下后轻声道：“等我回去后会大肆搜寻这方面的情报，若是有消息便通知你。至于燕落天与木兰三老，你什么时候要动手便捏碎这枚玉片，我会尽力配合。”说着他将一枚灰色的玉片递给萧炎。萧炎点了点头，接过玉片，然后将它装进了纳戒之中。见一切都交代完毕，小医仙就准备离开了，只是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忍不住地问道：“现在我变成这样了，你还当我是朋友？”萧炎一愣，随后灿烂地笑道：“当年的话依然算数。”小医仙走后，萧炎转头冲着美杜莎笑道：“走吧，回去了。”美杜莎却是皱了皱眉道：“他信得过吗？若是那天动手之时，我们闯进去，结果被他们反包围，那结局……如今加玛帝国与蛇人族就靠你我二人，如果我们出了一点差错，炎盟的结局，你应该能预料到。”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郑重的道：“我相信他，希望你不会看错人。”女王有点酸酸的道。之后迟疑了一会儿，又有些不自然的道：“你明日随我去一趟蛇人族，我们族内几位长老要见见你。”萧炎一惊：“见我干嘛？”美杜莎将脸偏向一旁道：“族内长老有着秘术，能够轻易探知别人的身体，我已非处子之身的事，他们也已经知道。”萧炎懵懵的挠了挠头，又干笑了一声后，才小心翼翼的道：“那个，他们想怎么样？”看着萧炎的模样，女王心里觉得有些好笑，但还是木着脸淡淡的道：“按照族规，你将会受万蛇尸体。”萧炎有点慌，干巴巴的道：“大家有话好好说不成吗？偏要动用这些东西。我现在是炎盟之主，对我做那些事，肯定会让得蛇人族跟加玛帝国再度闹僵，这样对大家谁都不好啊。那你去和长老们说吧。”美杜莎平淡的道：“明日我会来找你。”
萧炎一听，顿时捂着额头发出一道痛苦呻吟。美杜莎却是理都不理他，转身就想离去，只是没走多久又停了下来道：那什么复魂丹的事，你便不要惦记了。吞天蟒的灵魂对我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智商已经掉线的萧炎听到这话，直接脱口而出：你来杀我了？本王要杀你，这一年你不知道已经死过多少次了。美杜莎冷哼道：记住，明天不要用其他事来推搪，不然的话。撂下一句威胁性十足的话后，美杜莎就离开了。望着美杜莎消失的方向，萧炎张了张嘴，之后咬着牙道：去就去，我就不信你们能把我给宰了。话还没说完，萧炎就感到一阵心虚，随后在心里暗自道：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海老家老他们也叫上吧。第二天，萧炎在议事厅跟众人交代完事情后，鬼鬼祟祟的就想溜。一道淡淡的声音却是从另一旁传了过来：走吧，我等你很久了。萧炎当场石化，艰难地转过身，就见美杜莎正淡淡地望着他。萧炎没敢说话，干咳了一声后，露出了职业假笑。等萧炎走近时，海伯东与嘉刑天正好从大厅走出，可把萧炎给高兴坏了。刚想开口说话，一旁的美杜莎却是声音冰冷的道：我与萧炎有些要事，你们不要跟来。海伯东与嘉刑天都愣了愣，彼此干笑了一声，冲着萧炎丢了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后，一溜烟的就跑了。无语地望着这两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老家伙，萧炎认命般的摇了摇头，转头对着美杜莎道：走吧，我倒是要看看你们那长老能把我怎么样。萧炎苦着脸跟着美杜莎来到了食人族暂住的地方，刚进门就受到了美杜莎的爱慕者莫巴斯统领的袭击，然后萧炎就被大老婆护犊子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